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167杨紫遇上183肖战，等级差距是个大坑，谁骗了等级？对于杨紫和肖战这两位艺人，网友们应该都比较熟悉。单看他们的个人成就，他们不相上下。谁让他们拍影视剧，评价都很高，名气很大。官方资料显示，杨紫的身高是167厘米，肖战的身高是183厘米。两人相遇后，按理说肖战应该会高出16公分，但实际上他们的水平对比是个大问题，因为结果一般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。这张照片是杨紫和肖战一起出席某场合的照片。虽然小紫的背影正对着我们，但她和肖战无疑是在同一平面上的。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特别划了一个红色的边界。追查下来，你会觉得肖战虽然个子高，但并没有高出16公分的印象。肖战顶多比杨紫高7至8厘米，这是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数值。那么剩下的洞去了哪里？这真是令人震惊。看到这样的结果，大家纷纷表示，谁在水平上撒谎了？方法，我们不会完全检查，这同样可以给包括在内的人一个面子。如果没有人说，请继续仔细检查，以阻止这种谎报您水平的行为。虽然我很赞同这个观点，但是想想杨紫和肖战这么多年的表现，靠的就是口才好。说谎一旦被发现，就会影响他们的工作，所以他们想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是不可想象的。而且杨紫穿着拖地长裙，谁能说清楚她踩到多高的鞋子呢？此外，由于拍摄点和场景环境的位置同样会出现较大的层次反差问题，所以我们要慎重对待。02肖战玉骨遥控器有望空降，预约量已超410万，传播或成最大热门。继春末老假人或小仙女合奏秀泛滥之后，目前正在热播的众多大牌节目中，唯有白敬亭和田曦伟的《天天晴晴》是一档在不同领域都有不俗表现的穿搭秀。不可怕，它已经在整个组织的突出名单中占据了一段时间的前列，并且令人惊讶的是，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了最好的位置。舞台的知名度和剧情的话题度都极高。2022年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，同样还有多部热播剧正在筹备中，需要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和热度的最后一期，其中就有肖战和任敏主演的《玉骨遥控器》。整个年终都快要播了，但随着星光灿烂的火爆，玉骨遥的播却停了下来。然而，无论是大家对这部剧的关注，还是舞台对这部剧的重视和推进，都没有减少。仅腾讯视频站的剧集预约量就超过410万，成为全网持续剧集数预约最多的穿搭秀，名气可想而知。还有，这部剧在豆瓣上的开播年份永远是2022年，对于腾讯即将推出的剧化计划来说，也永远是群剧计划的最高点。加上以往网传阶段的时间表和12月的播出时间，说不定万众期待的玉骨就要空降了。如果成功的话，凭借玉骨的 S+ 创作实力区域和一流的剧情超强实力，将成为本季首秀。最伟大的设计命中。当年赵丽颖、霍建华主演的《花千骨》为大家组织了一场虐恋专家替补，浓烈动人的爱意着实折磨了众人好半天没有回应。更何况玉骨遥也是专家替补虐恋的成分。该剧讲述了空桑落寞冷漠的世英氏，英语气势如虹的持国公主朱颜在阴阳错位下成为高人弟子的故事。不管怎样，最终因为误会和世事太平等变数，两人在斗殴中相遇，一段虐恋开始了。尽量不要害怕尽可能的受到粗暴对待，但是害怕先是甜蜜然后被错误对待。在前线当专家和替补是多么甜蜜，而后来你们互相背叛的时刻又是多么可怕。原本相亲相爱的自我形象，却因为不同的圈套而分开，很像剧情的呈现。朱颜伤玉骨于石影，一语成先见之明。这是让节目的狂热者观看节目的绝佳方法。撇开剧情不说，这部剧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或许就是它的演员阵容了。总而言之，由当今最有名的青年之一肖战饰演男主，女主则由以团结和演技家喻户晓的正值青春绽放的任敏饰演，
作为实力和艺人的各种高对抗领域，玉骨遥怎能不火？每当我第一次看到他时，我都可以选择排在列表的第一位。在玉骨遥中，肖战饰演的石影同样兴奋不已，一身白裙清新轻盈，撑着雨伞行走的造型十分丰富。对于这份工作来说，应该说是完全合理的。早看的眼神徘徊到迟来的时候，有种杀力的感觉。演技其实挺脆弱的，细节处理比较正常细致。从他那看似不起眼的身材中流露出来的对生与命的怒火，是个人都无法忽视的。还有公主不愿被清平乐的标准所束缚，都格外的优秀。任敏是一个长相甜美的艺人，演技实力大家有目共睹。近来她的演艺事业步步高升，演出受到普遍欢迎，人格塑造能力也令人惊叹。同样是考验你的演技，肖战和任敏都非常有风格，男的帅气的，女的精彩，一个是帅气的统治者，一个是热血的省内王牌。这种有区别感的冲击同样可以让更多人入手，两人的 CP 感也非常在线。从主人和追随者的共同安全感出发思考，然后背叛对方，这种来自性格和演技的挑战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原片内容。除了两位主力艺人外，配角还包括王楚然、牙一伦、韩东、齐齿、李明德、叶盛嘉等众多具有高颜值和实力的艺人。牙一伦和韩东是我们自己的老同事了，这两位演艺人员的穿搭和演技都很出众，工作也非常有范儿。韩东饰演的是绝世强者，是根本人物的高手，为传奇和冠军的爱情制造了很多问题。玉骨的演员阵容可谓家喻户晓，演技颜值兼具，异常认真。为了最大程度地展现节目的设计感和气场，拍摄过程中动用了无数真实的结构，道具更是用心良苦。作为一个小精灵模型秀，这些改进同样具有非常独特的期望。加成的传达和活动的策划非常生动，再加上每个角色造型的精心策划，整体的创作水准显得格外高。该剧的两大当家，总导演蒋家俊和编剧吴莹莹，长期以来以资历着称，合作一般，戏份也一般。两人同样都出类拔萃，这使得作品的性质非常令人欣慰。有的人可能会强调，假设他们掉进去了，会不会影响节目的呈现？其实不用太在意，就拿目前网络上最火的3部剧来说，几乎每部都在开播前几天改名开始推进之后，杨幂的爱慕28法则更是直截了当的插进来，让粉丝们纷纷回应。不过目前的效果还是非常惊艳的。目前最紧迫的一点就是玉骨遥能否被红牌罚下。综上所述，该剧若是每时每刻都被淘汰，大家第一秒就被剧情所吸引，加上如此高颜值的演员阵容，只看脸色到现在都会让大家嗨到停不下来，成为全网最火的剧集也是必然的。显然，我们还需要等待最后一次传输数据的确认，但如果玉骨遥控器开始流行，你认为它会成为热门吗？你们会得到它吗？继续留下您的评论并提供更多。03延期加打折，如梦如幻两站恢复改完，让肖战打上标记。场数协议，正如大家所预料的那样，如幻又一次宣告了。由于前段时间昆山站已经主动开通，而昆明站则推迟了3天，经过粉丝的追问，总算有了结果。悲剧的是，目前不仅昆明站被取消，就连主动开票的昆山站也被取消了。之前主动购票的粉丝一直收到打折信息，就这么定了。尽管在很多粉丝的脑子里很能理解延期，但他们不能承认打折，他们宁愿把钱存起来，留着下一场演出，而不是退还给自己重新抢票一段时间以后。当然，不确定您是否可以选择在那时获得它们。可悲的是，鉴于疫情，昆山、昆明这几站有段时间无法上演天马行空，唯一可以期待的也只有北京站了。不管怎样，这2场戏打折延期，肖战真的会出现吗？总而言之，如果如幻推迟到明年，肖战真的会以人5号的身份出现吗？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。有消息称，肖战与如梦似幻所代言的权威合约并非契约，而是戏份合约，暗示两人的联动不是按年份，而是按场次来算。完成了。如果这个消息属实，不用再强调了，基本上肖战至少还有3次机会在观众面前扮演5号病人。对于肖的病人部，说实话，那时候大家都在想，
少了一场戏，肖不演第4场了。作为艺人，肖可以说是综艺，但在肖出场之前，他的粉丝群确实对他几乎没有任何了解。真人秀有一个更丰富的行业证书，完全不像电视剧和电影那样可以购买大量的 NG 再次跑到镜头前。一些艺人甚至直接使用正文，并进行监控，完全在预料之中，常常是应验了。不管拍完后人群是否应验，都没有什么区别。不过戏份独特，场面尽量流畅，艺人的本事有目共睹，他没办法重新开始，所以被剧圈认可，接连演12部戏。作为艺人，是机会，是敞开的大门，也是荣幸。肖战在那动荡的1秒加入了如幻如幻，除了粉碎了黑粉阻碍他的绯闻，更向每一位观众展示了他的台词功力和全视角演技。来剧院的人，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，既能见到肖战，又能见到他翻译的肖战。2021年4月22日起，如幻如幻的人流阶段变成了肖战粉丝需要坐的地方。不管在哪个城市举办，只要有票一样的时长，都会全力以赴去那个与他们的灵魂有一席之地的日子。官方声明，与肖战见面的机会只有3次，虽然时间未定，工作人员仍悬而未决，但由于昆山站已经打折，换票时，对于那些粉丝错过昆山站的小伙伴们，又多了一次踏实做事的机会。不管是不是很快见不到了，总有机会的。我们同样还有3次见到 No.5 的机会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